我觉得刚刚那个听副主委讲，我觉得很有认同感。就说其实这几年就是像我自己啦，像我抗 S， 但是也是因为有客家工作，或是有一些就是驻地工作或补助案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融入这个环境，所以我可以听得懂客家话。但是要我说，我可能很惭愧，我可能还没办法那么流利。但我觉得客委会其实这几年努力，大家都有看到，包含就是客语翻译，或是翻译机，或是字幕等等。对，我觉得其实都加速了我们对于就是客语的认知。所以你说的关键就是唐的社同校共某对人家的提防风参加事务，真正还有一个门槛在，而且甚至是校共过后，这样做的他行讲太假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对休赏人来供啊，对，就是有时候就是像我过去啊，可能就会讲啊，你不会客家话，不是客家人。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避免讲这样，像我阿公以前就会这样，他说你又不会讲客家话，你还说自己是哈嘎宁，对啊，那我就有点受伤，因为我还是有这种自我认同在，我觉得这种认同应该要抓住。很重要，让他们就是透过很多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前几年有些政府在推客华双语这件事情，或是刚客语翻译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施政。因为我其实还是觉得，就是像这次给一个题目里面，其实谈到语言景观这件事情，我蛮喜欢这一眼给景观。好，那我觉得这个词用的很棒，因为我在学客家话的时候啊，像我就学到了几个我觉得是很动态的，像天光日天公逆，天公逆就是代表明天，但是令暗就是临暗，就代表是黄昏。对，但其实本来这些词都是只是名词，但是加上客家话就是代表有一种动态的。我觉得这跟客家人的民族性，或是山林在山林为生这种原乡当时要生存的一种意识，其实是很强烈，就是要一直动。比如说像龙潭这个地方，我自己就觉得是总修身线上给猛吼。这件事情是啊，然后以及说龙潭有最大的圣基亭，然后有龙元宫的那个五谷爷卓文官府哦，这件事情其实龙潭是散布一种文风，也象征的是说客家人的精神性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语言，其实是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一个世界观。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地方创生要再去推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了解的话，你就没办法了解这边世界观，你就没办法跟这些我刚刚提到露营嘎来沟通哦，来产生那个一些事情啦。所以说让客语变成有用，但是我觉得在政府部门的方面，补助案、标案或是公家机关的一些工作机会，其实都可以有更多就是让年轻人参与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客语或许也还是可以设为一种就是小小的，也不用到说一个门槛，而是说就是让他们怎么亲近，因为我们现在谈文化禁用或是那个语言平权、语言禁用这件事情，就让他们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去学习，或者说我们不是用惩罚的，然后是用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会客语，你可以加级，对，或者说我补贴，或是我用很多的方式去鼓励你就是去使用，那大家从有用的就会变成说哦，环境上就充斥的客语这样的一个就是文化性，以及最后可以到我真的喜欢那个客语，我做自我实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客语就真的富裕了。